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一期我们把流水线串起来了，但也发现一些问题。这次我们来改进它。上期说到，有两件事情需要做。第一，多视角渲染后缺少的地方需要补上。第二，以前说过，Instant Mesh 生成的纹理质量很差，得改进。对于第一件事情，既然 Instant Mesh 的第一步是 0, 1, 2, 3 plus， 从一个视角猜出6个视角，还都比较完整的样子，那么能不能把它用起来？首先渲染一张正面的图给 0, 1, 2, 3 plus。注意，我们这里不是用原始的模型，而是 Instant Mesh 里微调过的，在生成的物体大小和背景色上有些区别。结果出来的这是个啥？长条可乐罐。只有正面信息不足以猜出深度，多试几次，发现从上方45度角渲染的图片效果最好，和正确结果差别最小。有可能训练集就是这么调的。由此我们得到了 Diffusion 产生的6个视角图片，形状还可以，和渲染的结果姿势一样，只是大小有区别。但这有何难？两者都算一个 bounding box， 由此得到一个 scale， 放缩对齐一下再用。多视角渲染的时候，背景清成透明的，打开背面剔除渲染，在产生的超分辨率图片里，空白的像素和橘红色的像素都用 Diffusion 的对应像素替换掉，之后再去做降采样。这一步在 CPU 上做的话，会需要把超分辨率图片读回 CPU， 做完融合，再传给 GPU 做降采样。这个过程即便只用最近点采样，都需要400毫秒。优化成在 GPU 做，换成线性差值也只要2毫秒。这是整条流水线里第一个 AI 和非 AI 的融合。另一个可以随手做的优化是镜头畸变校正的一步，这是个像素级的映射，最适合 GPU 了。把 Pinhole Radia K3 的公式在 Compute Shader 里实现出来，就能把这个畸变校正移植到 GPU。有了这个融合，再得到的 Mesh 就完整一些了，看着像是个罐子。再来解决纹理的问题，这需要往流水线里加一步后处理，用来从照片获得质量高得多的纹理信息。之前 MVS 里有一步 Texture Mesh， 把照片投到 Mesh 上生成纹理，这里在 AI 生成的 Mesh 上再做一次。首先需要把它变换回 SFM 空间中，不然和照片对不上。观察发现 AI 生成的 Mesh 和 MVS 生成的 Mesh 大小有区别，这好办，还是那招。对 AI 生成的 Mesh 也算一个 OBB， 先做一个放缩，调整成一致的大小。上期我们提到过一个变换，用来把 Mesh 转正，用它的逆变换，就能把 AI 生成的 Mesh 转回 SFM 的空间。这时候就能再次运行 Texture Mesh， 从照片生成纹理。这样大部分地方纹理好得多，但是图片里缺乏信息的部分就会一片橘红。还是那个思路，这些地方需要拿 AI 生成的纹理来补齐。不过 Instant Mesh 里用的是 XAtlas 这个库生成纹理坐标，这是个标准的纹理展开过程。整个 Mesh 被分割成一片一片的摊平到纹理上，每一片称为 Chart， 整张图称为 Atlas。而 Texture Mesh 只是把几张图切割和堆砌在一起，空间利用率巨低，冗余区域很多。我们给 Instant Mesh 的参数是生成 2K 的纹理，但因为 Texture Mesh 的空间很浪费，我看得让它生成 8K 才够。接着，逻辑上来说，对于 Mesh 上的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对应于 AI 生成纹理里的一个三角形，以及照片投射纹理里的一个三角形。这时候能把两边的纹理都拿来融合成同一个纹理。照片里有的信息用照片的，否则用 AI 生成的。但这里没有那么直接。首先是 Texture Mesh 有个参数会简化 Mesh， 这次需要关掉，否则 Mesh 的会有很大的变化，很难融合。其次 Mesh 经过 Texture Mesh 处理之后，即便不简化，顶点和三角形的顺序也都变了。所以新的 Mesh 虽然每个顶点的位置以及拓扑结构都和原 Mesh 一样，但并不是同样的顺序。我们需要做一些操作才能找到对应关系。因为原 Mesh 来自于 Marching Cubes 类的算法，一定不会有重叠的顶点位置或者三角形。但是一个顶点包含了位置和纹理坐标2个信息，在 Chart 边界上的顶点就会在同一个位置，但因为纹理坐标不同，有超过一个顶点。
不是简单的找个同位置的顶点就能建立对应关系。插一句话，这时候有的学几何处理方向的人就会说了，不对啊，顶点就是位置，纹理坐标在 UV-Mesh 上。错，至少20年前我就观察到学术圈有这个错误，到现在依然没改。位置、法线、纹理坐标等信息都是顶点上平等的属性，只有组合完全一样才是一样的顶点。用这个定义，拓扑关系只剩一个，而不是每个属性一个。在实际中，这是用更少代价的情况下解决更多问题，而且效率高得多。遗憾的是，学术圈缺少一个能点醒他们的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一代一代传下去了。好，回到正题，如果新 Mesh 上的一个三角形包含3个顶点位置，和原 Mesh 上的一个三角形都一样，就肯定是同一个三角形。所以这里我就用这个规则来搜索，这样就能从原 Mesh 的三角形得到纹理坐标。这就有了每个顶点上2套纹理坐标，一套表示 AI 生成的纹理，另一套表示来自照片的纹理。这时候把新 Mesh 渲染到一张图片上，在 Vertex Shader 里把第一套坐标作为位置输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显示纹理坐标图的方法，只要1行代码。在 Pixel Shader 里，如果一个像素不是橘红色的，就用来自于照片的颜色，否则就用来自于 AI 的颜色。这里同样要做颜色的区域比较，这样就把 AI 和照片的纹理融合成一个纹理，算是流水线里第2个 AI 和非 AI 的融合。注意这里有3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第一，每个三角形都要用保守式光栅化来渲染到纹理空间。第二， chart 之间需要留间隙，不能紧密排列。第三，在融合纹理后，每个 chart 至少需要往外扩散1个 pixel， 少了任何一项，都会在 Mesh 上看到颜色错误的边。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不妨想想，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如果你真的了解光栅化规则和纹理采样，这并不是什么难题。以后再次讲到纹理融合的时候会揭晓答案。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纹理展开相关的应用都极其重要。现实中经常看到有人遗漏了某一项，造成到处都是黑边的情况。好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从输入照片到输出相对完整的 Mesh 的整条流程，跑一遍还是120秒左右。再看整个流程，相当于系统有很多步骤，每个步骤都可以从 AI 或者非 AI 的方法里选择更适合的一个来用，这样各取所长，相互融合，结果会好于只用任何一个。在流水线上，其实还有个大问题， Instant Mesh 里用到了 FlexiCubes 用到了 NVDiffRest 这个库，这俩都是 NVIDIA Source Code License， 只能用于研究的目的。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要做成产品，但任何有远见的项目都应该随时准备着成为产品。所以这种有 license 限制的东西，留着早晚是个祸害，得想办法把它们换掉。下一期重点讲讲如何处理 FlexiCubes 和 NVDiffRest，欢迎继续收看，再见。